海贼王最爽的篇章即将开启，在乔伊波伊跨越800年释放霸王色之后，在草魔团逃离弹头岛之时，终于宣布了全新的岛屿巨人国埃尔巴夫篇就要开启了。这里可是存在着很多大佬都渴望的巨人之力，作者也已经为这个篇章铺垫了20年，很多伏笔也将会再次揭开。今天阿旺就从埃尔巴夫的人文特征、特殊资源、国家特点以及剧情伏笔4个角度回顾一下剧情中关于埃尔巴夫的蛛丝马迹。首先，人文特征，埃尔巴夫第一次被提出还是世纪之交2000年更新的116话，当时草魔团刚进入伟大航路，护送微微回国，途经小花园时偶遇了来自埃尔巴夫的寿命长达300年的巨人，而且是巨兵海贼团的2位首领东利和部落基，二人已经在小花园决斗了上百年，他们甚至已经忘了当初决斗的原因，只是为了战士心中的荣誉，打了7万多场都是平局。这股纯粹的战斗气势感染了路飞，也深深触动了胆小的乌索普。从此二人对全员狂战士的埃尔巴夫一心向往，乌索普甚至拜了他们为师傅。路飞更是为了捍卫埃尔巴夫战士的荣誉，给三哥等人一顿胖揍。而在告别小花园时，2位巨人也没有让朋友的海贼旗折断，合力一招霸国，劈开了乌索普吹牛成真的大金鱼，护送梅利号笔直前进。陆乌二人一阵欢快跳舞，心中更加憧憬埃尔巴夫了。而且这波在100多话时欣然向往的姿态，又昨日出现于23年后的1090话。不得不说这波呼应跨越了23年，我们都从追更少年变成追更老登了这群少年的热情却依旧还在。那么这波初次相遇之后，可见一个埃尔巴夫的人文特点：崇尚战斗，尊重战士。接着再看司法岛篇的2个傻大个儿，为世界政府守门的奥伊莫和卡西，他们在众人合力攻击之下被打倒，而这2位性情中人直接哭了，因为作为埃尔巴夫的战士，之所以在这里守门50年，就是因为世界政府说，你们的船长东利布洛基被我们关起来了，帮我们守门100年不出错，就放了你们的首领。那当乌索普说出小花园的经历，戳穿谎言时，俩巨人一听，既为首领没事欢心又为被欺骗了而愤怒。于是乌索普第一次被巨人当作恩人，成为了巨人骑士。后来大家躲过了司法岛的屠魔令，俩巨人也随着船工回到了水之都，帮助维修城市来报恩。又在得知2个首领还在决斗后就很放心的先回到了埃尔巴夫，所以才有现在2人从埃尔巴夫来到弹头岛，合力撕巴老金星的画面，也算是报仇回击了一下骗了他们50年的世界政府了。接着我们再看香波地岛的巨人，路飞为保护小巴和凯米痛殴天龙人，拍卖会场被破坏了，那么一直在雷利身边戴着金属铆钉黑色帽子的巨人斯坦森，这才幸免于难，差点他就成了奴隶了。所以他非常感谢草帽一伙，说有缘再见，此恩必报。乌索普说好嘞您的。这是乌索普第2次被当作恩人了。接着再看德岛篇，实在人明哥用真的烧果实比赛，把新巨兵海贼团的船长海尔丁都调来了，又在砂糖的神操作和乌索普的超神操作之下，直接让巨人海尔丁成为了告的乌索普的架子。这就是第3次巨人感恩乌索普了，也直接带动了大家对草帽团感恩的节奏，还间接促成了5000多人的草帽大船团。所以乌索普长追的8000部下真的快实现了。后来海尔丁以及他的新巨兵海贼团从巴基雇佣兵集团辞职，加盟了草帽大船团，其中就包括这位说有恩必报的巨人斯坦森。那么埃尔巴夫的人文特点方面就可以补充上民风彪悍，性格纯粹，恩仇必报。然后我们再看蛋糕岛，在大妈回忆中，埃尔巴夫崇拜太阳，甚至为此举办冬至祭典，绝食12天，还说太阳之神可以治愈一切。所以人文特点方面再加上信仰太阳神，当然这也是个伏笔，大家点点赞，我们在以后的视频会为大家揭晓。接着我们再来看埃尔巴夫的最重要的特殊资源巨人之力。在孔目岛时，郁郁不得志的莫利亚利用路飞的影子复活了个头比普通巨人族还高1倍的，传说中他可以将岛屿搬来搬去的魔人奥兹，而且他是古代巨人族。当时我们单纯以为这莫利亚是不锻炼自己瞎搞什么歪门邪道后来才发现其实莫利亚才是大佬作风，因为海上的各方势力都在渴望着古代巨人的力量。比如在冰火岛时，凯撒说贝加庞克一直在做巨大化实验，背后的世界政府一直执着于巨大化的研究，也就是说世界政府这种世界的主宰都在渴望得到关于巨人族的某种力量。那么冰火岛上
那些冰冻的巨大的尸体或许都是贝加朋克的研究样品了。然后在弹头岛篇1120话，老贝回忆20-30年前时呢，他也的确在研究古代的巨人族，背后出现的这个巨大的家伙应该就是后来被凯多买过去的蛮霸者巴查。也就是说，海上势力也很大的四皇凯多，他也渴望着古代巨人族的力量。不过在鬼岛战争中出现的这个巨大蛮霸者呢，大妈是打眼一看，哎，就知道这家伙呀很不开门，是冰火岛庞克哈萨德古代巨人族的实验失败品。当然了，就算是失败品呢，也是凯多团一波很强的战力。在对抗玉田的时候呢，凯多团呢就用过这个家伙了。然后凯多其实也知道这群傻乎乎的玩意吧，距离真正的古代巨人族还差太多了，所以才会跟明哥要货，明哥才会去资助凯撒搞实验。可凯撒没有老贝讲良心呐，他用小孩做研究，所以才留下了一堆身高不正常的孩子。同样，四皇大妈也觊觎这个古代巨人族，但凯撒呀只是骗了大妈的经费，哎，光拿钱没干事儿。那么这么多强大的势力都想要的古代巨人族的力量，或许就是埃尔巴夫绝对的特殊的资源，或许就是下个篇章的核心的矛盾点。而如果真的有这波资源，应该会听从路飞甚至是乌索普的号召吧，在攻打天龙人的时候应该是有用的，毕竟埃尔巴夫是非加盟国。哎，这就要说到下一个角度了啊，埃尔巴夫的国家特点。在你大妈还是你大妈的时候，他的女儿罗拉被巨人族的王子洛基求婚了，但罗拉呀不喜欢他，就逃婚，大胆去追求爱情了。大妈每次回忆起这事儿都说差点就和埃尔巴夫联姻了，那样世界第一强国的军队就能为我所用了。哎，王子强国，那么细心的小伙伴已经注意到了，埃尔巴夫的特点之一，在政体方面是一个非常强大且有王族统治的国家，可是在世界会议上并没有他们的影子，那么也就是非加盟国。而拥有谁都想要的资源，又非常崇尚战斗，那这个国家自然少不了战火。然后在大妈小时候出现的埃尔巴夫的这个画面中还有红发干掉基德时，埃尔巴夫的背景里都显而易见一个巨大的树，这也就是埃尔巴夫在地理方面的特点了。那么国家中心有一棵巨大树，还常年发生的战火，这就要回想一下水之都篇的伏笔了。弗兰奇在打造桑尼号时说，这个造船的木材来自宝树亚当，在那个经历了无数战火的岛屿，整座城市化为了废墟，但是岛上有一棵大树，不管岛上发生什么事，它都屹立不倒。人们重新聚集在树的周围，建立了新的城市和国家，其中最厉害的树叫宝树亚当。哎，那么在埃尔巴夫经历无数战火都没事的树，哎，有多大呢？至今呢，所有的画面中都未曾见过全貌，只是大概能看到比整座岛都大，而且是直插云霄的。那么回想一下空岛篇，甘福尔说过，登陆空岛的方式，一个是搭乘冲天海流，一个是从西天之顶上来，恐怕指的就是爬树了。那阿旺这里还要多插一句，尾田画海贼王最初的灵感想法来源呢，是来自维京海盗的。维京海盗发源地呢，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里是北欧神话的发源地。北欧神话中，始祖巨人尤米尔死后，从心脏长出了生命之树也叫宇宙之树世界之树。所以埃尔巴夫的地理架构人文特点呢，很清晰的参考了维京海盗和北欧神话。然后阿旺在3年前就是剧情上还没和凯多开打呢，更没有贝亚庞克这群人的时候，阿旺那个时候就根据这些神话灵感的细节推测，这个世界树生命树的名字可能和莉莉丝有关系。那现在呢，莉莉丝以贝加庞克2号机的分身身份要去埃尔巴夫了，那么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手了。莉莉丝应该不只是来升级战斗力的。最后欣赏埃尔巴夫的一个角度呢，是剧情伏笔。本来阿旺已经写好了，奈何1124话马上更新了，所以我们本周末的时候再专门出一期视频来细聊一下关于埃尔巴夫的剧情伏笔。细看海贼看阿旺，我们下期见。